大家好，我是 Lucy。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频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如何抵抗衰老和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健康，一切都变成了零。所以这个话题不管什么时候都非常值得关注。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你一定会受益的。这个视频有点长，但是如果你有耐心看到最后的话，它有可能会给你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的改变。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我的亲身经历，就是在过去的1年之内，我是如何把我的血脂里面的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到以前的1半以下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不相信，怎么可能降低那么多呢？其实当我看到我的血液检查结果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还特意打电话问我的家庭医生，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怎么会降到这么低呢？医生回复说我很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告诉我这个坏胆固醇越低越好。我待会儿会给你们看我的体检报告。然后我就想，既然对我这么有效，这个方法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它有可能会帮助到很多有高血脂的人。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血脂跟胆固醇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话，我先稍微解释一下。胆固醇其实就是血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血脂包含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而胆固醇又分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看看这个简单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这个总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说的血脂指标，总胆固醇是好胆固醇再加坏胆固醇再加甘油三酯除5的一个总和。这个公式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啦，因为甘油三酯里面大概1/5是胆固醇，所以这里要除5。我们经常说的血脂高不高，一般就是看这个总胆固醇。这个总胆固醇是越低越好，按照美国的标准，低于200毫克每分升就算是正常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用的是毫摩尔每升的单位，换算一下就是低于5.2毫摩尔每升就算是正常的。这个坏胆固醇就是在我们血管壁上的脂肪沉淀物，要是数值过高的话，可能会堵塞血管，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而好胆固醇就像是清道夫一样，可以带走人体血管中的坏胆固醇，把它交给肝脏处理，然后再排出到体外。所以好胆固醇是越高越好，而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是越低越好。如果想要降低血脂，就是要想办法降低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我的坏胆固醇的指标在过去1年之内降低到了1半以下，所以今天的内容我主要是想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将我的坏胆固醇降到之前的1半以下的。那这个坏胆固醇的指标高不高，每个国家定义的这个界限可能会有些差别。因为我是在美国，按照美国的标准，这个坏胆固醇低于130毫克每分升就算是正常的。在某些国家用的是毫摩尔每升的单位，换算一下就是3.4毫摩尔每升。那我的具体经历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在每年9、10月份的时候，会请一些护士来到办公楼，免费帮我们做基本的体检，其中就包括血液检查。然后在做完之后呢，他会把这个体检表发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所说的我的坏胆固醇降到1半以下，这个数字到底有多低呢？这一张是我去年的体检表，时间是2022年10月6号做的体检。我的坏胆固醇的数值是90。那这个呢是我今年的体检表，体检的时间是2023年9月28号，也就是在2个月前做的体检。我的坏胆固醇是37，也就是说我的坏胆固醇从90降到了37，减少了1半以上，低的我自己都无法相信。其实在以前，我每年的血检结果，我的坏胆固醇基本上都是在90到100之间。按照美国的标准，只要是低于130毫克每分升都属于正常，所以我其实并没有血脂偏高的问题，也没有刻意的说再去继续降低我的胆固醇。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医生说他的坏胆固醇只有70多，他想继续降到70以下。我当时吃了一惊，哇，70多已经很低了，还想继续降，那我的坏胆固醇90是不是还不够理想？就这样我就开始有那个意识，希望自己的坏胆固醇会继续降低。
然后我就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搜索了很多资料，就发现了一些很好的食材，然后就在我的饮食里面增加那些可以有效改善胆固醇的食物。在过去的这1年时间之内，我的饮食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减法，只做了一些加法，也就是说，我以前吃的东西照样在吃，只是每天增加了几样食材。下面我会把我增加的这些饮食分为2部分介绍给你们。第一部分是我几乎每天都会吃的食物，第二部分是那些不是每天都会吃，但是平均下来每周都会吃到的食物。好，先开始第一部分。第一种我几乎每天都会吃到的食谱就是黄豆、黑豆、黑米豆浆，这个是我几乎每天都会喝的豆浆。黄豆和黑豆是功能非常强大的食材，被认为是可以大大降低坏胆固醇的。黄豆和黑豆也被称为零胆固醇食物，也就是说，吃它们不但不会增加坏胆固醇，相反，黄豆和黑豆富含植物蛋白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而且它们还富含异黄酮和植物固醇，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从而降低胆固醇。黑米也含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这些成分都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提高心血管的健康。里面的抗氧化物质还可以减缓细胞衰老，所以黄豆、黑豆、黑米这3样组合在一起，对降低坏胆固醇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用的是这种小的豆浆机，是350毫升的量，正好就是1次的量。我一般是早上把那些食材洗干净后，用水浸泡7到8个小时，因为浸泡过的豆类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豆浆机可以设定时间，正好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喝到这碗豆浆。晚上喝这个豆浆已经成了我的日常。他们打出来的豆浆口感真的非常好，因为加入了黑米，所以打出来的豆浆口感非常顺滑。有些人喜欢喝甜豆浆，可能会再加一些白糖，那这个加入进去的糖是属于添加糖，对身体的健康不大好。我是从来不会去加添加糖的，要是想吃甜的口味，我会加天然糖，比如红枣，所以我会加入几颗红枣一起打豆浆，这样打出来的豆浆带点淡淡的甜味，味道真的非常好。但是我不是每次都会把红枣加入进去，因为红枣里面富含很多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在高温下会被破坏掉，所以我不会每次都放，因为我喝那种没有甜味的豆浆我是可以接受的。那第二种我每天都吃的降胆固醇的食物是核桃和葡萄干。核桃营养价值很丰富，可以抑制健脑，延缓衰老，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因为它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植物固醇，这些都是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的。此外，它还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膳食纤维，也有益于保护心血管系统。我吃的核桃是这种原味没有加工过的核桃，这个瓶子不是它原来的瓶子，因为我家里有好多这种瓶子，我喜欢把我的一些养生食材放在这个瓶子里面，因为它的密封效果很好，而且很方便储存。原味的核桃可以最大化的保留它的丰富的营养价值，比那些加工过的核桃营养价值会更高，但是它的口感可能没有那些加工过的好吃，所以每次吃的时候我会加一些葡萄干一起吃，这样可以多添加一些甜味，口感好很多。葡萄干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有助于心血管健康。核桃虽好，但是也是不能过量的，每天吃2个完整的核桃就可以，不好的就是4个核桃仁。第3种食物，黑芝麻。黑芝麻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和植物固醇，这几种营养成分对于降低坏胆固醇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黑芝麻含钙量很高，有益于骨骼的健康。我每天早上会加2汤勺无糖黑芝麻粉在我的牛奶里面一起喝。黑芝麻是个非常营养非常好的食物，建议你们也要吃起来。下面就是第2部分，也就是我不是每天都会吃，但是每周都会吃到的食物。第一个就是杏仁，有科学研究证明，很多的坚果都有助于改善降低胆固醇，包括杏仁、核桃、腰果等等。适量摄取杏仁可以降低人体坏胆固醇的含量，有益于心血管健康。但是要注意，杏仁有甜杏仁和苦杏仁2种，苦杏仁带有一定的毒性，所以一定要煮熟后才能吃，而且要限量。甜杏仁是可以生吃的，我吃的是美国杏仁，也叫扁桃仁，可以生吃或者打豆浆。我的吃法是在我打豆浆的时候，
我会放大概6、7颗左右的杏桃仁在里面一起打，但是我没有每天都吃。杏仁虽然有好处，也是不能过量的。接下来第二种我经常吃的食物是燕麦。燕麦是公认的一种很好的降低坏胆固醇的食物，因为燕麦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固醇，这2种成分可以大大的减少肠道吸收胆固醇，从而降低胆固醇的水平。我吃的燕麦是这种叫桂格燕麦，在美国最常见的一种。我买的是快速1分钟燕麦片，原味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冷水下锅，水烧开后焖1分钟就可以吃了。我以前说过，我很少吃米饭，就是1个月都很难吃1次的那种。但是呢，并不代表说我完全不吃主食，而是我的主食是其他的营养价值更高的东西。那这个燕麦呢，就是我的主食的一部分。它对于降低血脂、改善心血管系统真的有很大帮助。经常吃米饭的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用燕麦替换掉米饭，至少替换掉一部分的米饭，这样你们也可以很受益。其实可以降低胆固醇的食物有很多，不光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但是我今天所分享的就是那些我以前没怎么吃，但是在过去1年内经常吃的食物。我在增加这些食材以后，它大大的降低了我的坏胆固醇，所以这些食材大家也可以考虑，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到你们的饮食当中呢？你们要是知道其他的可以改善胆固醇、降低血脂的食物，希望你们也可以在下面跟我一起分享。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要是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益的话，麻烦帮忙点个赞，鼓励支持一下。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请订阅关注。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